调情的目的呢，是能够更真切地表达我们的爱意。那第一期视频里面，从眼神、动作以及言语探讨了一下技巧，核心的点就是表达你的兴趣和一种冒犯感。那期视频已经2万个赞了，就很开心。那关注中中大，今年照你脱单。发对象我们确实是做不到哈，多损啊你！你觉得我们现在甜蜜吗？怎么说呢，就是特别的甜。反正我跟小钟直到现在呢，日常都是百花齐放的表达爱意的方法。那可真的是很多呢。对，就是有上期的弹幕里面会有很多人说，哎，挺让人不舒服的，真是因人而异。你换个女生，她不一定有这个效果。好尴尬呀。因为呢，学会技巧，它只是第一层。后来我仔细梳理了一下我们这个日常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5层。凭什么？简单来说，这个第1层呢是技巧，就是我们第一视频里面各种的方法，它是一个物理攻击啊。如果你只会这些东西，很容易被反杀。比如说告白翻车案例啊，只想和你在一起，让你出现在我的眼睛里。我是你的眼屎吗？对。对方如果 get 不到你的对话，就变成很油腻、很尴尬，但你又不能完全说土味情话是没有效果的。有的人就是很吃这一套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成吨的输出魅力，就要靠的是法术伤害。鼓起勇气3连，跟我们一起再下3层，用在正道上啊，明白没？对，第2层说一个词叫性感，外放自己的性别特征男的很 man， 女的很有女人味儿，很妩媚，对吧？但那种优势呢是很粗浅。假设说我今天练成了6块腹肌，别整天假如这些有的没的。你看1年很爽，但是看1辈子终究会习惯。别人的美总会习惯，自己的美千金不换。哎，怎么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持续有效的输出呢？你就要把它变成第3层，这叫一种法术技能。性张力。哇，脑子里已经有很多张脸。性感它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性张力很强，他就会像一个魅力一样，下颌线、锁骨、胡茬、湿湿的头发、跟腱，还有小臂。我心中的性张力代表。他的侧脸，他的胡茬，他眼下的小细纹，那么需要我的亲亲抱抱举高高啊！那像常见的性张力很强的明星呢，有白敬亭、汤姆哈迪、段奕宏、黄旭熙。很新嘛。大家可以把自己觉得特别有性张力的明星打在公屏上。黄旭熙给我把衣服好好穿上啊，不穿也没啥。I'll say。他们会有舞台的魅力、头脑的魅力、声音的魅力，还有人格的魅力。Yes， 某一个位置足够优秀，其实就能吸引到对这个东西很上头的人。它是有对象之分的。现在大家都很反感那种直白的露出自己的腹肌、单一苍白的荷尔蒙的男子，恰如其分的那种性张力，融入到自己的特质里。撩人的性张力。它不一定你要做到极致，你只要够用，足够吸引到那个人的阈值。所以性张力真的不是一个千人一面的东西。爱豆虽然是包装出来的，但它确实也努力很多。我们不能否认别人的努力，但是呢，也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压垮自己的压力，去给自己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焦虑。对。那像日常生活中，小钟就会经常觉得我一个角度很帅，很认真在想事情的样子，在给我做饭的时候的那个侧脸特别的帅。懂的人自然懂。那你觉得我有性张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你很自信的时候。这就是女王。也不是这个。所以总结一下，第2层是要意识到自己的长处，性张力。那老师，你觉得我有什么长处？其实是性格，很成熟的性格，就是让我特别有安全感。你能让我松弛，能让我变强，所以我很爱你。那我发小脾气的时候，你也会有安全感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就发现，其实你也是需要我。如果你一直都很强，你是可以把我踹走，因为你有弱点，所以我才可以一直跟你相爱下去。你说的真好。对，不用惧怕自己的弱点，只要抓住自己的长处。觉得自己的对象很有张力的，点个赞让大家羡慕一下。那第4层其实就是放技能的时机，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很重要。比如说很多小技巧啊，大家都懂的，看手相，男左女右。过马路的时候红灯招他手让他别走了，有车过来轻轻搭肩膀让他离车远一点，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小技巧。但是你不能在完全不熟的时候就直接拉手过来，找准时机，保持好感的一个分寸感。其实做好了呢，都能够表达出你对他的喜欢，并且能让对方 get 到。这一段的实战技巧呢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上一期，建议大家配合在一起观看了啊。然后到了第5层，就是今天的大重点了。所谓调情，有的放矢，必中红心。我们学会了技能，也知道什么时候要放技能，但是技能放给谁？不就放给对方吗？对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适合你的人呢？
是哈。热恋期的时候红红火火，然后到中年夫妻一个吻能够做噩梦好几宿，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总是会成长的，他终究不是刚认识时候的那个样子。两个人都要在相爱的过程中，不断的去找到最适合对方的相处方式，表达爱意的方式，也就是所谓的找准施法对象。我先声明一点，这个东西呢，它适合的是一部分人，大家仅供参考，因为它其实能杠的点很多。找准这个对象适不适合你去释放某一种性张力的时候，你需要去了解他的父母。大部分的人，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接触的第一个异性都是父母中的一位。很多女生她找的男朋友跟她的父亲的性格都会有一些关联。如果女生特别倾慕着一个父亲，她找到的男朋友会有很多特质跟她的父亲有极大的相似。对于她的父亲有一些不满的地方，会跟这个父亲的这个特质大相径庭。两种极端，我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啊，工藤新一和毛利兰啊，他爸爸是侦探，男朋友也是侦探。爸爸呢爱喝酒、赌马呀，摸女明星的手啊。新一在内在就是一个特别温柔、体贴、心很细的一个男生。三观又很正完美啊，当然这个也有可能反过来，父亲不好的特质，可能女生还会栽在这样的渣男手上啊。有比如说她的父亲很粗暴，这个女生虽然长大了想找一个温柔的男性，但是呢，其实她没有见过温柔的男性，而是习惯了跟一个粗暴的男性日常的相处啊，所以在面对温柔的男性的时候，她无法打开内心，她习惯了用硬碰硬的方式。女生找对象的外在其实倾向于跟父亲的外在有一些联系，但是内在跟父亲又有很大差别的一种感觉。我们只能说外在相似呢，是女生更好的从日常的表面交往上找到一种和谐的感觉，她能够很顺利的跟你相处在一起，但不代表内心真正的对你有依赖。而当我们需要跟她一直走下去，白头偕老永结同心的这个内核，是需要跟女生的父亲呢有一些互补的。比如我举一下我和我的岳父，也就是小钟的爸爸，也我爸爸啊。我现在是一个博主，写稿、拍视频、剪视频。钟爸呢，年轻的时候是电视台的播音员。你看上镜、剪视频、拍视频，所以外在我们都习惯于在镜头面前表达，会察言观色，这个会让我跟小钟日常沟通非常的和谐，他很习惯。是内核呢，我是一个理科生，钟爸是一个文科生啊。像前面小钟说我做饭的时候，他觉得很帅，因为在他们家，主要是我妈做饭。小时候我妈就说，你不会做饭怎么办呀？你有那个好命找一个会做饭的男孩子，我就找着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跟钟爸完全相反的特质，会让他觉得很有魅力，我就可以用做饭跟他调情，表达爱意。但是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我作为一个理科生，钟爸作为一个文科生，我是趋于理性去梳理解析问题的。钟爸呢会用一种更加规律总结、浪漫一点的方式去思考问题，引经据典。古诗老子怎么说？格局很大。小钟就会觉得说，问题的本质比表面总结规律要好一些，他就觉得我处理问题这个处理的比较好。但如果是我还头铁啊，硬生生他要说化学方程式啊、物理定律啊，小钟本人也是一个文科生，他听不懂，他觉得他爸总结的那种东西就挺好的，而我如果强行给他灌输很多理科知识，这个时候他就很反感，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层面上他爸处理的更好。这个有没有把你们绕晕？我都晕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当他欣赏他爸的某些特质的时候，如果你也有，那就会加分；如果他不欣赏他爸的某些特质的时候，你做得很好，就更加分。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上一期我跟他的甜言蜜语非常尬？他每天都跟他爸妈有视频电话，真的是每天到现在为止啊，就像好朋友相处一样，我什么都可以跟他们讲，骂老板、吐槽同事、被小男孩咬了微信。他们家是很开放的，所以我在说话的时候就没有很刻意的去规避一些东西，我就放得很开。对，我不太喜欢跟我说话小心翼翼的，就会出现像上一期你们看到的五花八门调情方式，这些东西他都能吃得下。觉得自己能到第5层的，投个币，让我看到顶峰的你。总结一句话，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你以及他的家人都想到达的幸福的彼岸，但是这条路你一定要选得对。如果他爸走这条路不好，你就别走这条路；他爸走这条路好，你就顺着这个脚印往下走。他爸喝酒不好，你就别喝酒。你在夹带私货。老钟听见了吗？爸爸。这一趴真的是我精心思考了很久，也不是说适用所有人，懂的人自然懂。生活中每一个人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，去调整自己，再去说一些可以增进你们两个关系的话，这个方法论是可行的，可能对你有帮助，会有更多人比我们更会处理情感问题。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讨论多样性的情感，我们呢也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在说出不好的同时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更好。
那今天5层都说完了，其实我们比较希望大家记住第3层的一个性张力的认识和第5层怎么样找准你释放技能的对象。你要认清楚自己，坚持自我，以及更加的了解对面的人。而我们的视频不断的传达各种沟通的方式，不是为了去炫耀或者是博人眼球，而是展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。因为真的没有人会教你在爱情这个层面有什么样的交流，我们自己也是不断的摸索，然后也看了很多书去学习。也是作为我们一个视频创作者，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私密的事情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。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意义，因为也看到很多人会压力很大的时候，看到我们视频都能够缓解掉压力。这些压力就是需要更大的圈层，你就会舒缓了，你就会过得更好，松弛一点。那我们主要想做的事情，也就是想传达出不要把自己禁锢在某一个观点、某一个想法里面，多看看别人的处理方式啊，或者是多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，你就会发现哦，原来世界很精彩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是今年咒你脱单的钟钟噜的，但是不包分配对象。喜欢我视频别忘了先点赞，能有转评就更好了。如果你对调情呢2期下来还有什么疑问，点赞过万的话，我们就出一期 Q&A， 等你的问题啊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ciao。Ass like Kim in the face like Rihanna.